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各位朋友新年快乐。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新年快乐。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绿媒又开始看到了这个川普上任嘛，不是卢比奥也上任了吗？结果他们现在就开始在讲说，哎呦笑死人了，他们看到中国大陆把卢比奥的这个名字改名，因为主要是因为卢比奥他不是被制裁嘛，他是一个被制裁的名单当中的人，所以你看绿媒就兴奋起来了，就开始嗨了，就在讲说哇，今日最好笑，美国的新国务卿列制裁名单要访北京啊，那中国大陆就尴尬的把它改中文名字改了，本来是卢比欧，这个卢就是我们姓氏的那个卢，欧洲的欧，然后改成卢比奥。那他说这个是不是想要突发奇想啊，就改了名字啊，然后这样就可以这个去访问中国大陆了吗？反正他就是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些操作，然后你看《自由时报》也说，这个毛宁被外媒问到的时候，还说超尴尬的呀，表情很尴尬，他们就开始放大这些词那其实毛宁可能也不知道外媒到底想要问的是什么，然后后来就讲说，那最重要的跟他翻译什么名字无关啊，最重要的是他英文名字叫什么，他们制裁的是这个人嘛，所以认的是他这个英文名字嘛。那所以我们看到新岛头条他就讲，他说其实卢比欧改成卢比奥无关解套制裁，因为呢新华社呢他们其实译名有一个对应的规则，他们说一般的 RU 对应的是鲁，LU 对应的是卢，那 Rubio 它其实是 RU 开头嘛，所以应该就是鲁才对就是新华社的译名。在过去呢，他们其实讲说，以前他们就讲，这所有的译名都要以这个新华社译名为主，但这个卢比奥他过去只是一个参议员，所以他这个译名没有统一也无关痛痒，但是他现在变成了国务卿，所以应该是要有一个统一规范，因此他们中国大陆外交部才改名啊。没想到这个我们绿媒可以操作成这样自己嗨成如此那外媒也问说，这样是不是意味着他不再被中方制裁呢？反正这个毛宁的讲法，我想说的是我同事昨天已经介绍了中方的立场就是中方制裁针对的是损害中国正当权益的言行换句话说，他们认的还是英文名字，但是这样子绿媒都已经可以操作成哇，这个刻意要改名抗中保台抗到这样子的程度吗？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2025年真的是军事的实力大为提升了。最新的消息是说，这个解放军的海军首艘的054B 飞弹巡防舰叫做塔罗号，在22号的时候在山东青岛正式成军服役那它的排水量大概是5000吨，是自主研制的建造的新一代护卫舰。那它有一些逆踪技术还有作战指挥系统火力集成控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所以它整体的功能是显著的增强，也被誉为是航空母舰的带刀护卫未来会在三亚这边来部署，能够这个担负防空反潜的相关任务，而且是新型的动力系统所以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陆的专家就讲说，哇，这个能力也是大幅提升，还可以执行这个相应打击或是救灾救援的相关的任务，也可以单独来执行任务，所以它这个是一个新亮相的等于算是一个054这样子的一个首艘它好像说只有2艘左右那另外我们看保加利亚的军事网也提到他说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世界上第2个能够自主研发并且部署隐形战机的国家那所以现在大家也在讨论说中国大陆的第6代战机嘛，就大家看看这从去年的好像这个珠海航展开始这已经是等于说第9样公布出来的武器3个月内有8个新武器，再包含我们今天讲到054B已经有这个9样新的武器都在这个2025的这个交接的这个2024交接2025之中就这样子接二连三像下饺子一样在曝光所以展现出来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军事新的实力。
那再来让大家就是可能要破防的一句话，川普的军方高官哦，这个是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奥斯汀达莫，他就是现在负责战略事务嘛，被问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台海的事情，他说台湾如果失守的话，美国人日子照样过。哇，这一番话不知道民进党也会不会关注这一件事情做一些回应哦。但是他是不是已经讲出了现在川普政府的一个心底话，就是台湾并不是他们最在意的一块，所以台美关系现在看起来有一点动摇吗？倒是呢，这个卢比欧上任之后去到QUAD来参加外长的会谈，那他们讲说跟印度啊、澳洲、日本他们未来还是要共同来对抗中国大陆的挑战。那还有呢，这个美菲他们也在进行联合的军演，他们就说中国大陆派出了5艘的军舰到南海，还有轰6K 也挂弹，苏30也升空，有实弹示威，所以看起来现在可能主要聚焦点在菲律宾这边了吗？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对，因为这个卢比欧这个什么被改名为卢比欧改成卢比奥啊。这个其实这是昨天在那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新闻例行记者会里面，有西方记者提出来的。那提这个意思，其实他主要是想要问，到底卢比欧啊，是不是因为他当了美国的国务卿以后呢，是不是就过去对他的这个制裁啊就无效了？那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问哈，其实是蛮幽默的。不过那个我看那个时候毛宁的反应啊，他一时转不过来，他也不知道这个翻译的名字的问题啊，所以他看了一下，他说其实有关卢比欧能不能到中国来的问题，其实他说昨天他们记者会已经打了，对不对？那所以关键就是说，不是你今天卢比欧扮演什么角色，那而是说你对于你针对中国的这些损害到中国大陆言行权益的这些言行的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已经很简单，就是你言行没改的话，还是不能到中国大陆啊。即使你当国务卿也没有任何改变啊。所以就这个意思。那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新闻啊。甚至有人就讲说，毛宁事实上还有讲说，这个这重要是我们看他的英文名字有没有改，对不对？这个其实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对。你看你的那个护照上，你一定有2个名字嘛，对。那卢比欧他到来中国申请护照的时候，申请签证的时候，或者他护照拿出来，上面不会有中文啊，它上面只有英文啊，当然是以他的英文名字为准嘛。所以我觉得就这件事，我觉得我们这个绿色媒体还要拿出来做文章啊。实在有一点点，我觉得大概是怎么讲呢？找不到抹黑的题目了，那唱衰中国大陆的题目了。那意思就是说，中国大陆一看卢比欧啊做了大官了，就要对他的行为，就要对他过去这个待遇给他改善，又不敢直接改善，就偷偷摸摸改善。我觉得这个就是典型的以自己的想法，去揣测别人的做法，你知道。可见他们的心里是多这个，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权有没有势，然后呢立刻改变态度改变做法，这都是一些怎么讲呢？不太入流小国，然后呢对自己没有自信心的一些人才会有这种想法。那所以这个其实一个是个玩笑性的一个新闻居然可以做这么大的一个新文章。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绿色媒体它基本上就是说，很多事情都已经在扭曲了，或者说是牵强附会的只要能够达成抹黑，或者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破坏大陆的这个在台湾人民的形象来为唯一的目的，这个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两岸需要的不是需要这种恶意啦，这种非常非常强大的恶意那这种恶意到最后会不断的这样子在台湾灌输这种观念的话，到最后会跟西方的这些年轻人一样，他一到中国大陆一看，或者说他上了一些比较公允持平的一些平台看到大陆的真相的时候就会觉得你这些媒体过去都在洗我的脑，都在欺骗我，都在蒙骗我，到最后反而是反效果。那另外还有可能就变成
我们现在这个，尤其是绿色的这个群体啊，他们都是从台湾的角度啊，很狭隘的角度，台湾的一个政党的角度来看外面的事物。那这样子，怪不得他们做的很多判断哈，都是相当错误的。那很可惜，他们现在又掌握了政治的权利哈，那么做出来政策哈，对台湾不会有好处，只会把台湾啊这个现有的状况哈带到一个更差的境地啊。好，来请教杨老师。中国大陆对于就是 Rubio 的制裁已经2次，那这个改名，但有一点罗生门啊，但我觉得不会影响到中国大陆对 Rubio 制裁的改变，不会影响。但是他现在做了美国国务卿，那王毅未来在国际上如何跟他互动，或者是他如果要求要到中国大陆访问，可以吗？先关几年再来谈事情吗？当然不可能，对不对？所以2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说，在国际上这个当然完全不会有影响，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就算是多边或甚至双边，王毅跟 Rubio 的会面，我觉得这个影响并不大。但是如果要进入到中国大陆的话呢，这也不是没有潜力。美国那个时候针对菲律宾的前总统杜特地，他就是采取制裁的。也对印度的现在的总理莫迪是制裁的，而且还不准他入境美国。但是你一旦当上了总理，然后呢总统，那现在 Rubio 做的是国务卿啊，也就是总统在这个政府体制之下，美国联邦政府体制下，总统、副总统之下，其实应该就是国务卿最主要的这个职位。他如果真的到中国大陆来，那中国大陆可以给他一个国家主权豁免。这个是其实外交上我们经常会见到的，那并不影响对于他个人过去所言所行对于该国就对中国的主权或国家利益的影响的一种制裁，因为那个制裁是针对他跟他家人不得，比如说投资或者是旅行到中国大陆，那这个旅行那就是关键，那可以给他一个主权豁免。我觉得其实现在比较关键的是054B 哈，因为054B 现在才2艘，一艘已经服役，另外一艘是正在准备哈。那054B 只会有2艘吗？我觉得绝对不止。你看055这个大区现在已经有第9艘，目标可能是达到16艘。那052D 呢？052D 7000吨哦，那大概已经有26艘。那现在054D，那当然它的垂直发射的是比较少，也许只有32。我们这边其实没有谈到它这个垂直发射的这个能力哦，32个垂直发射孔，事实上也是相当具有威慑能力的。因此，它的未来的数量，如果一定会高于052D，也就是一定会在30这个艘以上。如果我们正常推论，否则的话，它做个5艘10艘，那只是在补空隙啊。哦，所以这个可能是未来要观察的重点。我比较想谈的就是这个刚上任，我查了一下美国国防部的那个网站了，已经公布了，因为他这个职位所谓的国防部副助理这个部长哈，他不是副助理部长，有点像是副司长级的这个职位，不需要国会的同意，他已经公布了，他已经上任了，反而是那个部长现在等待参议院的同意，还升职未卜哈。但是他过去其实是之前已经就是也在等待确认的那个国防部的新的副部长，叫做科伯吉或者翻成科伯尔那的学生，因为他大概才35、6岁吧，海军官校毕业，在亚洲做这个 captain 上尉，大概有6年的时间，到乔治城念了一个学位，那2年前的事情。然后呢，做江哈里的国会助理，所以他在讲的是，他认为拜登政府不断的说，你要用大幅的援助给乌克兰，否则的话，将来中国攻打台湾，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面对。也就是说，援助乌克兰其实是为了防止中国攻打台湾。他是很反对这个东西的。那他认为，他去讲到战略上真正的意涵。他说，第一岛链现在中美之间的军事差异很大，你就算台湾失守，美国人还是一样过得正常的日子。他在这个情况之下讲了大白话，我们台湾人一定要有所了解、警惕。
好，请教将军。这个054B 哈，虽然它名称还是前面叫054，那第一艘054是2003年下水，到现在22年，22年中间它从054到054A 到054B。那各位观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3艘军舰，其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造型，形态都完全不一样。虽然说它还是叫054，那主要就是它是护卫舰。我们知道战舰有很多的这个在海洋作战的时候有很多的任务，那用055这么大的军舰来当做航母的带刀护卫来讲的话，其实有一点浪费了啦哈。其实055它是比较巡洋舰，它所谓巡洋舰就它可以主力，它可以单独执行一场这个单方面的作战任务，而不是只是当做一个航母的护卫舰。其实航母护卫舰反而用这种054B 的这种等级来讲的话，应该就足以能够胜任近海的巡逻或者是航母的护卫战斗的任务。那054B 来讲，它有什么特点？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影片哈。第一个，它跟054A 来讲的话，它大了1000吨哈，跟054来讲大了2000吨，所以它船体比较大。那执行的作战任务来讲的话，它有防空、反潜跟水面作战。那防空来讲，很明显，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在那个旋转的那个桅杆顶上面那个雷达，它不停在旋转，那个叫 X 波段这个有源阵控相位雷达。简单的介绍来讲，它的功能可以锁定大概300公里之内所有不管是无人机或者是导弹或者是战机，它都可以发现，同时锁定500个目标，然后发射这种反导飞弹将它击落击灭。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来讲，这是防空任务。第二个来讲，它舰尾还有一个雷达，它舰尾那个雷达是平面雷达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像这个巡弋飞弹来讲的话，就是贴在海面飞行那种飞弹，它还可以及早发现，发现以后用113洞这个快炮将它击落哈。113洞就是1分钟可以发射1130万发的那种炮弹，那种射速将它击落。这是第二个。那这个另外你看它这个造型哈，属于一体式的桅杆，这一体式桅杆就是隐身战舰的造型，雷达不容易捕捉到它，所以它隐身效果势必是非常好的。那第四个我要讲哈，它跟054A 最大的不同还有在什么地方？就是后面那个甲板，你看到后面那个甲板比较大哈，原来因为它要执行反潜作战，反潜作战最好的方式还是用直升机，反潜直升机来讲，第一个反潜直升机飞得远嘛，然后它可以投声呐。投这个反潜鱼雷，甚至于投反潜的这个深水炸弹都可以用直升机来丢。所以直升机是载弹量一定要够大。所以原来054A 它用的是这个直9比较小，但现在那么大的甲板，它可以停直20，就比较大型的直升机可以停在这边，也就是说代表它反潜作战能力会比较强。那再来我再讲，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前面我们大家看到最明显的就前面那管舰炮，舰炮原来054A 是这个75厘米的，那现在改成100厘米，100厘米当然口径大很多，所以它的这种火力也会比较强劲，对于近海贴近的这些小艇、快艇或者是无人艇来讲的话，都能够有效的击灭。那最后我要讲为什么要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它跟航母作战来讲的话，那当然速度要跟得上航母。那原来054A 的话，它的动力来讲不足以跟得上航母，现在航母越来越快了，所以这个054B 来讲的话，它的航速来讲可以跟得上航母，可以保卫航母，可以形成一个护卫群、战斗群的一个防卫的一个很重要一个中坚力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川普上任让欧洲好紧张啊！有一个人他说：“你欧洲要学习什么呢？加把劲一点，学会照顾好自己。”说这一番话的人是谁？我们来看看哦。说这一番话的人是泽伦斯基，泽伦斯基还叫欧洲要靠自己哦。我们来听听。Most of the world's now thinking so. What's gonna happen to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America? What will happen to alliances, to support, to trade? How does President Trump plan to end wars? But no one is asking these kinds of questions about
Europe. President Trump even noticed Europe. Does he see NATO as necessary, and will he respect EU institutions? Europe needs to learn how to fully take care of itself so that the world can't afford to ignore it. 对，让大家觉得有点奇怪哦。这个乌克兰用什么立场来对欧洲说这一番话呢？乌克兰甚至都还是靠着美国跟欧洲的支持哦，但是他却用一个这个老师的姿态在跟欧洲讲说，你要学会啊，就是不要去依赖美国。所以好啦，现在欧盟真的是准备有一些变动了吗？冯德莱恩呢，这一次在川普的就职典礼没被邀请，那他可能就是也不是站在川普这一派，可能比较偏拜登这一派哦。他现在讲啦，他说突然变了，急转向了吗？他说放弃俄罗斯的能源已经让欧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说俄罗斯的能源便宜哦，可是欧盟就被俄罗斯给勒索哦，很多人的账单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下降，而且他说现在要本着公平对等的精神哦，跟中国建立更平等关系的时候到了呀。他现在是承认欧洲以前对中国大陆都不公平不对等吗？所以他是想要告诉什么呢？他整番发言哦，提及了14次的中国，就是想告诉美国说，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哟。欧盟努力跟中国实现互利共赢哦，与中国展开建设性的接触，借2025年中欧建交50周年的契机来深化对华的关系呀。那好像这一番话呢，就是美国媒体形容冯德莱恩是想要表态，面对到川普的美国优先哦，欧盟没有要来祈求优待，而是想告诉美国我们还有别的选择。所以以前冯德莱恩好像很反华都站在拜登这一边，他突然这一番发言让他觉得说，你还是冯德莱恩吗？就让大家觉得好像变了，一招转向。大陆的一些网友就有点就是看不懂啦。他们说这么多年花尽心思在欧洲搞了右翼大联盟，你冯德莱恩现在说要靠过来，是跟美国玩不下去了吗？还是说因为川普典礼这个就职没有邀请你受到刺激了呢？所以就被大陆网友给酸了一番哦。那我们看这个川普的施压，欧洲现在也着急了，他希望呢欧盟呢，你们应该要多增加一些军费，因为美国可能会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哦，所以欧洲你应该出更多钱，因为欧洲距离这个战争比较近，所以呢，你们这个战争影响会对你们比较大，比我们美国还要来得大，所以你们要多出钱，这就是他商人的这个理论啊。那俄罗斯的回应是有必要研究川普所说这些协议的具体条件哦，强调任何协议都应该要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前五角大厦的官员在讲啊，他说其实对于美国来说乌克兰就是像个棋子一样，是个反俄的工具，用就不好用就丢啦。那现在要他掏钱他反而觉得好像这个让我多花钱，我不是很愿意再继续用了。所以这个1月20号，川普就已经宣布暂停所有美国对外援助计划90天，要进行审查，来确保这些计划是符合政策目标的。所以就被这个美国前国防分析师讲说，乌克兰说穿了就只是被美国拿来当一个反俄的工具啊。那当然欧洲的着急可以从这两个人的见面看得出来，马克宏很着急跟肖兹他们两个人见面啦，又要呼吁说欧洲要团结自主马克宏最近就很一直在就是很着急，一直在说我们欧洲的军事要靠自己，我们要自己团结起来，就一直在喊这个话，他真的是很着急所以你看看他们要提出这样的一个计划，加强国防自主，但是呢英国有点落苦他们说最近为了要节省资金，所以在缩减海军陆战队新兵的训练项目。但是呢这个美国自己本身好像真的也不是很平静川普在就职典礼上面在酸拜登就说洛杉矶的火我一下子就可以搞定了，结果没想到来了一波新的野火。那这样子的狂烧的状况好像让大家感觉我们直接看画面这个有如核灾一般严重那他最近又爆发新野火，在周三几个小时之内被烧毁了2023公顷相当于5000英亩的土地。那野火专家就警告，这一场火灾可能会变成核灾般的灾难就烧光了这个加州富人的钱你不是说你可以控制吗？结果川普上任之后，火势又来了一波新的。那马斯克上任呢，马上就先砍了一个部门，叫做首席多元文化官员执行委员会。
那川普现在目前狂签了很多的这个退出令啊，退群，退了 WHO， 退了巴黎气候协定啊。他说，因为呢，你们都在敲诈我们美国啊，那美国是不是真的没钱了？在联合国这边，我们看到央视记者一番灵魂拷问，到底美国欠了多少钱？我们来看看答案。Much U.S. owned the contribution to this organization. Do you have the exact figure of that? And 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right now, the United States owes $1.5 billion to the regular budget of the UN. 1.5 billion. 1.5 billion. And then between the regular budget, the peacekeeping budget, and the tribunals, the total amount that they owe to all three is $2.8 billion. Do you think you can get this money under Trump administration? We have gotten the money for UN expenses under all of the various administrations in the past. 对，所以川普是不是表面上一直说啊，都占我们美国便宜，但是反映出来美国真的没钱了吗？我们问一下介老师。美国其实它是玩一种策略，因为联合国的这个会员哈，你如果欠款的话，他不会把你赶出去，他会剥夺你的投票权。你在表决的时候你就没有投票权。我记得很清楚，那年我们在 WHO 案的时候，那第一年的时候啊，这个主席就突然说付诸表决，结果呢，我们本来算票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友邦啊，会投票支持我们，就后来他先查说。那个秘书就先查说，哦，有几个会员国因为欠费到一个程度，所以呢，他没有表决权，所以我们有几个会员我们几个邦交国就没有投票权了。那美国这个欠28亿，他还有投票权，所以他算得很好。比如说你要欠费啊，欠到你的应该的缴费的这个啊，整个欠到，比如说1/3啦，详细数字我要再查一下，那你就失去投票权，所以他始终欠那么多，可是就不到那个失去表决权最低应缴那个门槛，刚好过门槛可以投票。对，所以美国就是摆明了在赖嘛，摆明在赖。其实联合国体制是最大的受惠者是美国，因为它的整个当时建立是在美国主导之下。那联合国在这些那么多花费在美国纽约的钱啊，全世界那么多人去纽约花钱啊。远超过那个28亿，我跟你讲，280亿都有了。那190几个国家的代表团的成员都要到美国，都要到纽约去住。然后呢，纽约光这个好赚这些啊，各国派在联合国的这些代表团人啊，搞不好就上万人。然后呢，这些钱都是拿给美国人赚的。对，那联合国那些他房地产租金。也是，他们租了很多房子，也是美国在赚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川普讲那些话啊，真的经不起考验啊。什么都是占美国便宜，美国占尽国际组织的便宜了。你知道现在很多国家，你只要一有怎么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全世界都在抢，像以前那个德国的波昂的时候，因为他首都他统一了嘛，首都搬回到这个柏林。他所有的国际组都要抢，因为什么？他有现成的场地，然后呢，想要抢这些去了有很多好处。会也在那边开，一年到头开会。到了开会以后，各国的代表团去了干嘛？就是商机了，都是商机，都是在花钱啊。像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当时啊，这个成立的时候。有的国家在抢说啊，成立以后就我把他这个所有的这个房子我都免费刚帮你盖，结果呢，本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在日内瓦，日内瓦政府啊租了一个房子给 WTO， 立刻说不要租了，我就送给你，为什么？每年带给日内瓦经济上的这个好处太多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美国这个川普这个根本就是在耍赖。都是他讲 WHO 这个把美国这个今天在剥削美国一样，事实上正好是相反的。美国控制 WHO 卖了多少药到国际社会上去，这个账不能这样算的。所以他要退出就退出吧，没有什么损失，损失是美国。好，我们来问杨老师。泽连斯基在世界经济论坛，这是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他讲英文，他以前都是讲乌克兰语，他这次演讲讲英文，而且他的演讲的内容当然就是对着川普来说，欧洲要自我警惕，懂得
自己的保护，照顾自己。他这番话难道不怕川普注意到，然后呢生气吗？换言之，川普已经放弃乌克兰。泽连斯基在寻找另外一个浮木。冯德莱恩，我们以前把它叫美德莱恩，对不对？但我觉得现在正确的称呼应该叫拜德莱恩，因为他是拜登的最爱，拜德莱恩，但他不是川普的最爱。因为以前拜登是美国总统，所以你叫他美德莱恩，代表美国在欧洲的利益，跟随了美国在俄乌战场以及制裁中国上，不遗余力。现在川普上来了，他就搞角色尴尬了，他其实就开始在寻找适合他的角色，因为他还有相当长的任期啊。但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拜德莱恩的角色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发展出协助欧洲、欧盟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的改善。我觉得他一定要走的路。为什么？因为川普现在第一个，他要求北约每个国家增加军费5%，现在北约27个国家已经增加到2%，这是拜登的努力。但川普说要5%，怎么可能5%？你5%每个国家都压缩到他的这个政府预算。然后呢，他现在就在昨天他说，欧盟啊赚了我们好多钱，我要开始对他们课关税。他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行政命令开始在增加关税，但已经威胁墨西哥、加拿大2月1号25%，中国大陆2月1号10%。好，然后呢，这3个2月1号很快耶，我们过年回来就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行政命令就加下去。我跟赌不会，可能会用别的方式。然后呢，他说欧盟要加关税，然后俄罗斯你要停战，否则你要加点关税。那我们就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加关税。同时在俄乌战争上面，川普现在这个立场越来越清楚，他要跟普丁见面谈。马斯克，川普的兄弟，你看，其实某种程度真的是言辞上介入到德国跟英国的内政，这事实上是如此。那但是呢，所以欧洲人现在很了解。那我是觉得这个 US 这个川普马斯克那个政府效率部DOGE， 各位知道吗？其实是他签了一个行政命令，把奥巴马时期成立的叫 USDS， 叫做数位服务小组，在白宫里面的，把它换个招牌，就叫做政府效率部。所以换言之，它其实真正而言，它不是在政府之外，它是在政府之内。可是呢，马斯克又在政府之外，这个变得非常的奇特的一个关系的组合。好，来请教将军。我觉得我本来期待川普上台以后，他原来扬言他当选24小时就要结束俄乌战争，后来又改成6个月。那我本来很期待说是他上台以后怎么样提出一个具体有效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战争，但是我看了真的是非常失望。我觉得他提的东西，他这种方法就是简单粗暴的锯剑法。你这个，我只把外表，我中了一支箭，我把外面的锯掉，那个箭头还留在里面，外表看起来好像没有受伤，事实上主要是箭头还在里面。所以你看他现在扬言，他可以说，我认为说他现在提出了几个方案，可以摆明说川普对停战俄乌来讲的话，可以说根本没招了。你看他要说加大对，如果你不停战，我加大对你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那我试问你，有一句话我们讲的叫死猪不怕滚水烫现在来讲的话，俄罗斯还怕你的经济制裁吗？已经制裁那么久了，你制裁还有效果吗？第二个，我们看到川普讲什么，就是他要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然后叫欧洲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自己解决。那也就是说，川普来讲，他没有辙了吧？他不知道怎么去结束这场战争。那我反而来讲的话，如果说是这个俄罗斯现在经济遭遇到打仗的结果，一定是整个俄罗斯来讲不可讳言，经济上面一定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很大的打击。那人员也付出很多伤亡的代价。那试问一下，如果你站在普京的立场，当你牺牲了这么多的这种士兵的生命，你在经济上付出这么多的代价之后，你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你要的就是彻底的胜利嘛。克劳塞维兹曾经讲过一句话：战争的目的，作战的目的，在彻底屈服敌人的作战意志。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就战争的角度来讲的话，普京他现在在战场上面他打得顺风顺水，那在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彻底屈服泽伦斯基的作战意志。那怎么样来彻底屈服？那我们当然，我觉得就是在战场下会加大这种打击的力度，
来对泽伦斯基。所以我认为这场战争绝对不是像川普所讲的那么简单啊！他一上台以后，他利用一些经济，用他这种粗暴的想法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是我们反观这个欧洲现在怎么办？这个川普叫欧洲自己派20万的军队进入到乌克兰，那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川普，你会答应我本来会发动这场战争，就是要你这个乌克兰这个保持中立，不可以加入北约，那你现在怎么可能打到最后，就反而变成欧洲的部队进入到乌克兰地区来？我觉得就这点来讲的话，这个普京是根本就不可能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来讲，目前看不到尽头，也看不到结束的时候，川普也不可能结束这场战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川普有个 AI 大梦哦，我们看到他召集了像是软银啊、OpenAI 啊，他们说接下来要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哦，要来推动他的 AI 大梦。他主要就是在讲说这些钱呢，就投资 AI 的钱哦，通常会流向中国或是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那他说中国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其他国家也是竞争对手。那希望 AI 留在美国，所以我们如果不投资的话，钱就会流到中国去啊，所以这就是他要投资 AI 的原因哦。那但是呢，这其中有这个 OpenAI 软银跟甲骨文哦，还有这个阿联酋来投资这样子的一个共同创建一个叫做 Stargate 联合企业。可是呢，这个投资金额啊就被马斯克给泼冷水，讲说他们实际上是没有钱的呀。然后很多今天就有一些这种可能比较偏民主党的媒体在讲说啊，这马斯克竟然吐槽了川普啊，种种啊。那他讲说呢，他说其实他们没有这笔钱，软银实际上他们掌握到的资金大概只有100亿美元。他说我有可靠消息可以证明这一点。但他其实马斯克说穿了他真的针对的人不是软银，他针对的人是这个过去的仇敌哦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啊。所以奥特曼也回击他说，哇，你说错了。所以为了 AI 这件事情，他们两个还互相就是你来我往一番，因为马斯克自己也想要成立一个 XAI 嘛，所以这可能是现在在抢谁能够拿到这一笔资源，就是骨子里又是一场商战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孙正义呢，他这一次赌上1000亿美元，他这一次呢投资了这个500亿美元哦。那1个月前他跟川普会面之后，再次承诺也会再投资1000亿美元，然后来担任这一个新任的这个董事长角色。所以就有人讲说，哇，他已经站到了全球 AI 牌桌的正中央了。那这场 AI 战呢，我们也来看这个科技巨头这样子联合投资了16兆美元，要在 AI 美国来建 AI 的建设。那这个现在目前中国大陆方面的话，字节跳动也就是这个抖音的母公司，他们也要在 AI 建设里面来投入120亿美元。那当然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很强大的演算法也是他们一大助力。金融时报就在讲说字节跳动正在投下非常大的赌注，计划在2025年这个智能领域投过超过120亿美元。所以他说，所以 TikTok 现在在美国就是有面临到这个华盛顿压力，有可能要出售这个 TikTok 在美的业务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联动影响。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大陆的 App 是不是真的比起美国的好用呢？因为 TikTok 现在要继续续命的话，川普就是讲说要么是马斯克买，要么就是甲骨文的老板就是大家一起来买下来。他们很希望这个掌握到这个 TikTok 这个新媒体的发话权。而且呢，这在美国还出现了一些乱象就在 eBay 上面有些人要赶快去买一些装置，就是已经下载好了这个 TikTok 的，因为他们说哇，现在发现之前的禁令之后，有些人不懂得怎么样再下载了，因为下载不到了，所以变得这个样子，已经下载好的手机奇货可居。但是呢，在这个小红书上面，还是有非常多从 TikTok 离开的这个使用者还留在小红书上，所以现在大陆的一些旅游品牌甚至像是支付宝那个携程他们也都看准了这一波商机也都在这边开始发布一些英文的内容，说欢迎这个美国来的一些
可，你们也可以来使用他们相关的服务哦。那还有另外一个新的现象更妙了，讲说美国网友因为现在啊最新学会的中国大陆就是他们在教学分享的食谱的第一道菜色就是蒸蛋，所以导致现在美国出现了蛋荒哦，大家还要在卖场那边被拍下来说啊，他们鸡蛋抢购一空哦，外头一大早就有一堆人在排队，大家想要去吃那个蒸蛋羹啊，就变成一个新的小红书现象。那你看还有一些这个美国的教授在酸啊，讲说哎呀，微信这种 super app 啊，中国做得出来，美国做不出来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呢我们美国在这种点对点借贷、数据隐私、反垄断呢有比较严格的保护啊，所以才会输给你们，所以就是赢不过就用酸的嘛。我们先来问一下季老师怎么看？对，这次那个川普上任第一天记者会，就是把这些孙正义还有就是说这个 OpenAI 的负责人，还有就是这个几个这个甲骨文的负责人都找来一起开记者会。然后呢，就说他准备要成立这个，已经有这个公司了，这个公司叫 Stargate， 然后呢要从事 AI 的研发发展啊。不过他实际的项目，我看只有他们讲的，就是说，就是有关这个每个个人的病历啊，每个个人的这个医疗资讯的一个整合，让所有的这个只要能够这个医疗他都可以轻易掌握任何一个人他整个身体的治疗状况跟现状。这个是一个大数据啊，然后各种的判断啊，那这是一个好像就是说。商业潜力无穷的一个，他们讲的具体计划就这一些了。因为人工智能是基本上它的那个应用的范围非常的广，对，非常的广。所以呢，就是说，那你要从赚钱角度上，那如果人工智能化的话，很多东西它都变成极具竞争力啦。那其实人工智能在关键这几家厂，基本上我看他们是搞这个应用的，搞应用的，包括这个孙正义啊，那孙正义事实上很多人都说他已经快没钱了，所以这次马斯克又出来讲他只有100亿啊，也有人讲说孙正义其实很聪明，他借着上一次跑到这个这个海湖山庄去跟川普说我要准备投资100亿给美国，可他没有讲具体说要投资什么。那这次他就具体说是这个是在这个 AI 智能这个产业方面。那上一次的时候在记者会的时候，孙正义也大出风头，川普也帮他做了一个记者会，让他投资100亿，川普就说能不能再加码200亿好不好？孙正义他就笑一笑，他没有拒绝，那就是很东方式的没有拒绝。他说这一次他说川普不是叫他上一次说要叫200亿吗？所以他准备要加码，因为这个 Stargate 大概的整个的现在目前初步的预算是500亿美元，500亿美元，那到底会不会成呢？到底这些人拿不拿得出钱呢？说实话，这个不得而知。有人说孙正义是先怎么样？先找到川普替他背书以后，然后他就回去筹钱了，因为他是一个筹钱冠军。他会让这些很多阿拉伯的富豪各地的富豪都会投资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在利用他也照样在利用川普。那不过这个 AI 智能现在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那既然川普这么重视的话，我想的话就是说会加重美国这一方面的进展了，可是并不会让中国大陆的进展就停止，因为现在可能在应用方面跑得最快的是中国大陆。所以这块领域我觉得是决定将来谁是世界霸主最重要的。所以川普是挑对了一个目标了，可是问题美国会不会成功不知道。那中国大陆现在在 AI 领域是非常非常的强。好，来请教杨老师。这个是川普上来之后应该是说在科技的议题上面可能最引人注目的。那我觉得其实这些科技大佬，你看出钱参加就职典礼，在他就职后面的3个人，马斯克、Amazon 的贝里斯、脸书的祖伯克，这3个人的资产加起来，比美国50%的人资产还要多，也就是他资产占美国整个资产2.5%以上。而各位，从去年11月5号川普当选到1月20号就任，
这3个人的公司股价已经涨了，加起来2330亿美元。所以5000亿很简单啊。而川普自己做的那个个人的加密货币，现在已经超过600亿美元了。你没有听错，他个人做的加密货币跟他太太米拉尼亚超过600亿美元了，就短短的3天，5000亿。然后呢，股票，辉达在昨天的股票涨了3.9%，安摩 ARM 14%，软银在日本也是涨得一塌糊涂，连带的在大陆的 A 股跟就是 OpenAI 甲骨文有供应链关系的都在涨。我们台湾的电子五哥通通在压住 AI。各位你知道辉达的那个叫做 GB200的AI 伺服器哈，它大概一个大冰柜那么大，比我们人还高一点，大冰柜那么大，大概里面有16颗NVIDIA 的 GPU， 然后呢32颗，然后64颗 CPU， 一台1亿1000万台币，现在通通都在往这边走，钱也都在往这边走。电子五哥这个毛利很低，台积电59%，NVIDIA59%，所以 NVIDIA 这个黄仁勋根本不在乎川普的这个就职典礼，他是大家要追求的。这个就表示现在 AI 的发展的大方向。可是呢，正在我们刚刚不是看那个世界经济论坛，他就出了一个报告 ，AI 在未来5年之内会减少全世界9000万个工作机会。哪些人呢？行政人员，那一些秘书，然后呢查核人员，这些人可能会失去工作，新的工作机会会开始出现。所以各位 ，AI 的这个项目哈，我们在小朋友的教育上一定要有所了解，也知道它未来可能对于科技，甚至对于这个经济的影响跟冲击。好，来请教将军。我觉得在未来来讲的话 ，AI 的算力就等于是国力，所以中美两国未来在各方面竞争里面，重中之重就是 AI 的竞争。当然，我特别要说明 ，AI 来讲的话，只有2大方面，第一个是晶片制造。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然中国现在因为自己本身这个晶片的制造，这个被美国卡脖子，所以说它在硬体方面、晶片制造方面啊，最多大概就是到14奈米，顶多到7奈米重复曝光。那但是不要忘了 ，AI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怎么去设计、怎么去开发这个 AI 的软体。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不是只有 NVIDIA 一家可以做出 GPU 啊，不是只有它一家可以做，而是很多家可以做。那 NVIDIA 它强在哪里？它强在就是因为它做的是最好的，它晶片做出来效果跑的效率是最好。可是并不代表说你可以做出来，我就做不出来。那大家愿不愿意花钱在这方面？如果愿意花钱，请到最优秀的工程师来共同研发来讲的话，我相信华为有可能有赶上了一天。那当然，第二个就是晶片的问题了哈。那现在关键在黄仁勋自己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 NVIDIA 可以这个不在台湾生产晶片，可以不在台湾生产，但是不可以没有中国市场。你知道这个晶片就像刚刚杨教授所讲的一样，其实这个 AI 的这种机器晶片来讲都是非常的贵。那试问一下，有哪几个国家可以花得起钱去买这么贵的 AI GPU 的晶片？那除了中国几个大的这种企业来讲，它有这个需要，也需要有这么强大算力来讲的话，我相信你要卖到其他国家去，就算你做出来，你也卖不出去。然后结果就是你自己浪费你自己的这种资本成本浪费在这边。尤其是说美国将这个 AI 晶片GPU 晶片分为这个3、6、9等之后，然后对于只有提供18个国家可以买，那相对你是不是将全世界其他这个100多个国家的市场让